可以说，我们接下来的部署应该是货币战争、产业夺舍、军事威慑。这么多年来，日本最大的软肋依然是经不起消耗。如今彻底摧毁日本的造血能力，才是对其去势的根本一击。本周全球市场都在剧烈波动啊！日本这颗棋子真正的背后执棋人是谁呢？到底谁在受益？现在从种种迹象上已经可以确认，上一期我对搞事早苗的真正根基的判断，它又是一个完全受控于民主党的全球利益派政客，高喊价值观，行的是卖国事。这几天日本被按住摩擦，日元贬值，日股跳水，也就是说全球投资者都在抛出日本资产，那最受益的自然就是美国了，或者说美国的金融集团们。日本的避险资产首选就是回到美国，这样可以大大降低美联储降息、美元外流、美股崩盘的风险。这几天呢，美债收益率已经开始升高了。虽然美股因为咱家 AI 发力的缘故产生动荡，但是如果日元指数持续走低，那么这部分被我们敲打出去避险的资金主要流向就是美国，将极大的缓解美国现在的国内流动性缺乏的问题。随着川普之前承诺的给美国人民发2000美元没了后文之后，日本的资本又再次回流美国，美联储12月的降息又增加了新的变数。鲍威尔现在是能拖一天是一天。如今这种中美在贸易层面暂时休战之后，世界地缘呈现此起彼伏的高压锅模式，都在我们的意料之中。这种模式之下，无论各行业的首席做多少研究，趋势都可能随时被一只黑天鹅所打断。这几天的全球市场波动就是个例子。如今最大的基本面就是地缘政治，今天咱们简单梳理一下，日本这一颗棋子激起了几层浪。首先呢，大家应该还记得上一个为了主子这样豁出去的狗，还是冲冠一怒为娇娃的尹桑。如今呢，对于尹桑的案件审理真的是越审越尽兴，越审越心惊啊。与其说看到的是尹锡悦对于权力的疯，不如说看到的是民主党真正的狠。在当伪君子这方面，民主党人的触手真的是沿袭了戴英的那股子最腥膻的阴毒劲儿。11月10号上午，韩国特检组以类似叛国罪的立敌罪追加起诉尹锡悦，因为从调查过程中发现这位前本国领导人试图诱使北边的邻居对自己发动进攻。尹锡悦当时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利，故意制造半岛紧张局势，是真的想恶化半岛局势，让国家陷入战争的，而且也是真的要动手消灭政敌，最后一手遮天，搞乱东北亚的。根据韩联社报道称，韩前陆军特战司司令郭仲根3日出庭时作证称，24年10月，尹曾经点名韩东勋和其他一些政客，说要亲手开枪了结了他们。听完郭仲根的证词，尹锡悦在场只是尴尬的笑了笑，没有再问任何问题。要知道相比于李在明、文在寅或者朴槿惠这些有着自己稳定的政治派系和利益集团支持的政要来说，尹锡悦其实也是一个政治素人。民主党偏爱培育的政治素人最好是女性，好打意识形态这张牌，比如冯太后、卡拉斯、贝尔伯克。如果是男政客，吴后才是最受器重的，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孤注一掷。比如尹桑，拜登给其的支持力度可以说是在亚太地区最大的。而你看小马克思，他有3个儿子，虽然跳得凶，但是底线一直不肯逾越。而像高市早苗和蔡英文这种女性且没有亲生子女的素人，简直就是民主党的天选之女，毒性比尹桑还大，但是呢，跟尹桑一样，敢于为了手里的权力不计后果的冒险。可以说，民主党在拜登在任时发起的第一轮代理人攻势，从印度到菲律宾到某岛，再到最孤注一掷的韩国，都纷纷败下了阵来。感觉我们好像只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点到为止，实际上是上兵伐谋，不让低烈度的对抗加剧，从而实现我们不阻断发展的进程。那现在呢，随着第一轮代理人的攻势失效，川普自己本人不信邪，与其绕七绕八的搞阴的，不如来一个一锤子的买卖，砸完了就跑或者一拥而上的策略，开始跟我们直接搞贸易战。结果发现这一招还是不行，选举上呢又被民主党偷了家。现在民主党的那股子阴风又占据了一定的主动权。要知道，跟我们的贸易协议是川普做了巨大的牺牲换来的。经济战跟一切战争都是一样的，前期投入的一切损失都得在最后的战线上收回成本，吃掉对方，浮亏就变成盈利，双方的浮亏都会变成失败一方的实际成本。美国为了能把我们端上桌，那是又搞脱钩锻炼，又是围绕着我们搞军事援助和经济合作，俗称大撒钱。可以说这钱花了一波又一波，换来的呢就是前面我说的，从印度到菲律宾到韩国到澳大利亚，哪都不给力。如今面对着我们的强力的稀土管制，美国就只能认栽，前期投入全部打水漂的情况下，才能跟我们在 APEC 快速达成一致意见。
为的就是在中期选举之前得到稀土，并且提振国内经济。然而呢，现在民主党在川普满世界调停战争，想要一个诺贝尔奖的档口，不仅拿下了摇摆州的关键选举，还又一次把爱泼斯坦案的屎盆子扣在了川普身上。民主党议员公布了爱泼斯坦的一段证词，是川普曾经和今年突然身故的爱泼斯坦案的重要证人弗吉尼亚单独共度了几个小时。在司法层面上呢，民主党还争取到了裁定川普收取关税违宪的有利判决，导致川普为了争取到有利于自己的终审判决，不惜夸下海口要给美国人发钱，以争取民意，倒逼美国最高法院允许他的关税法案。这钱发下去利好美国资本集团，而且会瓦解美国的制造业回流计划。这钱不发下去，川普会再次失去民心，可谓是妙计一桩。在国会，川普为了快速让政府开门，减少自己的民意流失，不得不接受民主党的全部收买人心的主张。是民主党主张给穷人发食品券，给病人发医疗保障，给公务员保住职位，还有欠薪补贴。在外交上，现在跳得最高的这几个棋子，日本、荷兰以及德国，都是民主党价值观同盟里最核心，其民众被洗脑的最彻底的地区。尤其是高市早苗这样一闹，看似是为了川普两肋插刀，实际上只对民主党更有价值。资金是从日本回流到美元系统的，而川普想要的跟我们的稀土和商品贸易必然会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没道理我们打狗的时候还区分一下美国两党，你们是谁负主要责任呢？可以说现在的民主党依然还在继续着奥巴马和拜登的核心策略，想把我们拉入代理人战争，让全球避险资产回流美元，继续需要美元，重塑美元潮汐，甚至不惜把海外的核心资产德国和日本都压上来，拖住消磨我们的发展速度。从这个角度是不是就能理解川普在回答我们要把早苗变成石田的言论时，直接回怼很多盟友也不是朋友是什么意思啦？10月5号，川普的顾问布鲁塞维茨又跑去柏林跟德国选择党喊话，表示美国的 MAGA 跟选择党都同属于保守派力量， MAGA 也遭受过类似现在选择党被宪法法院认定为极端组织的低谷，但是随着川大统领的回归，我们翻身做主人啦，意思就是声援选择党，要他们挺住。这个时间节点就非常有意思了，是在现在主政的基民盟总理莫尔茨不断的热脸贴美国，外长瓦尔富尔到处跟我们唱反调，被拒绝访华的档口，川普的亲信大力支持他们的最大政敌选择党。可以说川普要的代理人行动其实跟民主党要的代理人行动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川普为了能让政府开门，他能够重整旗鼓，也只能对民主党的操作实施已读不回或者唱反调。这样你就能理解为什么高市早苗叫得越凶，美国方面反而在增兵加勒比海，甚至要有同时对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比量一下的意思。这哪里是说要整顿拉美，这就差明说脚盆鸡你自己叫的凶，后果自负主人家里没有余粮给你，要上你自己去吧。今天白宫还签署了一项行政令，下调咖啡、香蕉、牛奶、茶叶、香料、番茄、橙子、菠萝等进口农产品的关税，这些商品将被豁免于川普所谓的全球对等关税，以缓解美国消费者的物价上涨的压力。这就能明白现在川普的主要任务其实就是恢复经济，争取选票。然而民主党很显然不想让川普如意，甚至你都很难分辨派出高市这么豁得出去的傀儡，最核心的目的到底是拖住我们，还是让美元回流，亦或是就是想加剧川普目前的经济困境，为中期选举造势。实际上现在美国的全球盟友都知道美国已经力有不逮，地主家确实没有余粮了，但是又想着自己也可以成为第二个以色列美国衰而没落的阶段是最好薅羊毛的阶段呢。只要美国把力量倾斜到哪一边，哪一边的政客就能富一波。看看最近司机在乌克兰查贪官，那家里存放的美元的包裹上美联储的封条都还在呢。啥买卖能有薅美国的羊毛赚钱快呀？尹锡悦就算在牢里还能搞掉6.5亿韩元呢。川普其实最恨的就是这个，同行是冤家嘛。而民主党不讨厌这个在于呢，这些钱最后又都会回流到资本手里。全球的美元秩序不倒，钱放在手里就是纸，只有放在市场里才是钱，那最后这些钱还是会流向美国的。可以说民主党做这一切核心的目的就是为了美元霸权能够继续延续。而川普上任这10个月，各种微操实打实的掏空了2战之后美国的国际秩序框架和维护美元霸权的盟友体系。对于日本来说，美国现在的衰落速度根本不足以继续维持对于西太平洋的控制力了，撤离亚太收缩本土已经成了定局，只是时间而已。高市早苗只是被放在台前的弃子，民主党的傀儡都自带一股子用完即弃的卫生属性。你看尹锡悦两口子就知道了，
用一个保不住的地缘支点可以实现拖住东大、美元回流以及搅乱川普布局的作用，现在的民主党也是在所不惜。而对于日本的高层，尤其是右翼分子来说，原本也是很希望借松狗绳的机会，一来争取到美国对以色列那种级别的支持和力挺，万一呢，美国以前还不敢对伊朗直接出手呢，这次不是也动了？趁着美国还有家底，与其等着俄乌去掏空美国，以色列去掏空美国，不如自己也掏一把。如果能借美国之势拼一个大的，其实也确实能给日本打开国运的窗口。日本当年崛起就是因为朝鲜战争，美国需要日本作为踏板进行了产业转移，以他们的脑回路啊，如果中美再起摩擦，日本岂不是又迎来了一波产业转移和发展突围的窗口？不要怀疑啊，他们是有点子刻舟求剑的这个民族恶性的。比如啊，他们之前的奥运会和世博会成功的拉动了经济，这一次就完全不顾现实情况，吵着闹着都要再承办一次奥运会和世博会，就希望能够再现日本50年前的辉煌。派出来高市早苗这个素人政客出来皇废，其实也是一样的思路，成了再创辉煌，成不了就弃卒保车。然而呢，显然美国两党现在最大的共识就是自己坚决不下场，爱谁冲谁冲。民主党那儿还打算给点援助，川普这是一毛不拔。日本政客的这个思路啊，到现在随着没有任何美国政客和利益群体出来接茬帮腔，就已经基本破产了。那日本政客的第二条思路呢，是这样的，他们不拦着高市早苗，心里面也打着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算盘。日本现在经济非常惨淡，如果借由地缘紧张搞军备，那海量的订单和资金它不就来了吗？当年乌克兰开战之前，经济也濒临崩溃，谁都赚不到钱。那现在权贵们可是吃了个盆满钵满，何乐而不为呢？所以他们的疯和民主党的坏就助长了搞事的独苗肆无忌惮的生长。然而现在这样的结局会如何发展呢？我们今天做一个推演，我们对于日本的后续操作一定是军事威慑作为兜底，在货币层面上迎头痛击，在产业上面连根拔起。要知道现代战争已经不是80年前那样的攻城略地了，真正的攻击是激发地区的内部矛盾，再通过金融和贸易榨干地区利益。日本现在就是一个通胀的状态，汇率近几年波动很剧烈，全球第二的债务比率使得日本的汇率成为了它巨大的软肋。日元一旦开始像这几天这种大幅度的贬值，实际上对于日本这种大进大出的加工型经济的打击是很大的。原材料变贵了，出口贸易的油水又被压低了，看似有利于扩大出口，其实无异于是日本的自我压榨。同时呢，配合产业端我们对日本的替代和卡位，日本的产业端不能够全部自主，对我们有很强的依存度，所以随着我们的产业升级以及核心零部件的卡位，可以说长期瘫痪日本的优势产业只是时间问题。现在还想着抱团吃军备红利的产业们，随着内部利益的分配不均，很快就会瓦解利益同盟。就像欧洲车企开始看荷兰的安氏之乱的时候还挺开心，现在最反对的也是他们。要知道连川普都受不了通胀对于社会的冲击，日本的抵抗力只会更差。等到国内资源因为军备不断的错配，内部的利益彼此严重踩踏，严重的通胀影响到民生的时候，很多有利于我们的改变自动就会发生。不战而屈人之兵，就是要让日本内部的大滞胀在最短时间内完全爆发出来。国民生活成本无与伦比的飙升，虽然没有大打出手的爽感，但是却是最可能也是最釜底抽薪的办法。被掏空的日本，得不到美国经济转移和武力救助的日本，才是彻底失去威胁的日本。可以说我们接下来的部署应该是货币战争、产业夺舍、军事威慑。这么多年来，日本最大的软肋依然是经不起消耗，如今彻底摧毁日本的造血能力才是对其去势的根本一击。全球金融市场是有联动的，随着我们的出手，市场有调整和震荡是正常现象，各位稍安勿躁，等1周之后再看谁在坑里谁在岸上。长期来说，日本现在可以吃到的全球分工里的奶油比较多的那块蛋糕，以后就一定是我们的了。既然美国想要地缘动荡，那我们就可以把动荡集中在日本的西南。上期视频里我分析过西南门户对于日本和美军基地的战略价值，现在切香肠已经开始了，而那些需要考虑供应链安全的相应产业留在日本就成了一种自残。市场不能按天来评估，长期的趋势才是关键。就像本子家的好日子啊，日后还长着呢。